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是2026年的3月25日。昨天呢，有一个中国国内的网红博主叫张雪峰，41岁就突然离世了啊。因为当时呢，先是看到一个聊天记录啊，说这个人在哪个医院抢救。因为网上这种传言其实很多，一开始还不相信啊，因为毕竟只有41岁嘛，而且看着这个人平时活蹦乱跳的啊，就感觉也不可能突然之间就那么突然，是吧？但谁知道呢？过了几个小时，就他们的这个什么公司就开始证实了啊。那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呢，我的感触是很大的。就原来我还在玩游戏啊，因为我看到这个东西以后，其实已经是我们欧洲的时间夜里了，晚上了。我还在玩游戏啊，我看了以后我就不想玩了，就想睡觉了啊。怎么说呢？一个呢是他呢，我算是比较了解的啊，因为他的年龄呢跟我就差1岁，我比他大1岁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我在30岁、20多岁的时间呢，我和他一样，也是没日没夜的工作，就他身处的那种工作的强度，我是深有体会的啊。就我都感觉有点害怕了啊，因为那个时候一年365天，要不就是不停的在接电话，就这个手机啊，你从早上可以响到晚上，一个电话都不够，你必须得有2个手机，因为充电啊什么都来不及。不是在接电话，你就是跟电话里面的人约好了要见面，见面以后就要谈合作，谈完合作就要落实，落实就要执行，执行还有最后要收款，然后售后的方案啊，真的就一年365天，能恐怖到什么程度？就是你感觉，就像我现在，比如坐在这，我好像就突然觉得，哎，手机好像响了，突然觉得啊，手机好像响了，就有这种幻听的这种症状。而且这种幻听的症状，说实在的，就是连续好几年都这样啊，都没有好转。所以呢，一方面呢，到了后面呢，是我们这个行业呢，就也不怎么好了啊，因为我们是做这种摄影行业嘛，到了后面，随着这种经济的趋势啊，发展的速度不像之前那么快了，那么这个行业就没有那么好了，就我们投资下去就会谨慎一点啊。比如说原来觉得明年业务会更多，那我们就要投资多开几个工作室，多招一点人，对吧？那么觉得这个没那么好。第二点呢，觉得就是说也是年龄的限制，就是感觉这个事情不能干一辈子，因为真的是很累啊。虽然那个时候就没有那种呃就体检上说出什么问题，但是呢，就有几次啊，一个呢是坐在那个就是厕所里面啊，坐在马桶上，突然间人就感觉要晕了啊，就眼前要发黑，就觉得人要晕过去了，然后浑身就在冒冷汗，就觉得心脏有一点好像也不是痛啊什么，就觉得好像心脏不能很重的就不能很重的去呼吸，你必须好像要憋住气息，不然好像这个心这边就会觉得很紧啊，这种感觉啊，就这样的有过几次，有过几次以后呢，哎呀，我就觉得不行，就不能那么累啊，我就觉得算了，要不就激流勇退吧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生命当中呢也发生了几件事情啊，对我的感悟呢也很大，就是我的这个人生的观点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。有一次呢，是我跟我老婆呢去这个泰国啊，我们去玩。我们去住的这个酒店呢，它是独立的，在一个岛上的。那个岛上呢，除了这个酒店，就还有一些原住的这个岛民啊。那个岛它是四面就是不连着
陆地的嘛，它就是独立的。那么你先要到一个码头，然后他派船来接你，接你以后呢，你再上这个岛。那一开始呢，觉得挺好的啊，就玩了几天，好像就很新奇，对吧？但后来呢，也觉得没意思，没意思呢，我们就看看上面有什么设施啊，可以玩一玩。后来我就看到这个就是摩托艇啊，就有几个这种本地人吧，就放了几辆摩托艇在那儿，就租给你。那我们想啊，那就租个摩托艇，就开出去玩。这个摩托艇呢，我也是第一次开，当时啊，反正觉得很简单嘛，因为在海上开也不需要什么，你有证书啊，有什么，反正开就是踩油门，对吧？有刹车，然后这个海上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的，又碰不到什么东西，所以就啊，开的这个马力就开到头，就一直那个加速。那么海中呢，这个时候呢，能看到一个就很高的一个像海中一块巨石一样，像个山一样。那当时呢，我们就想开过去，但谁知道呢？就是你看着好像啊，这个地方离你很近，开了接近有30多分钟。然后呢，当我们真的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突然感觉害怕了啊！为什么呢？一个是一开始我们围着我们自己的岛开呢，呃，那个水啊是很平静的，它没有什么浪的。然后你到了那个我说的这个开到那个就是海中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像山一样的地方，那个水就像石头一样，就你这个摩托艇啊，就开在这个你手握着，你就觉得好像在开你这个船开在石头上一样，它这个摩托艇就震得你的手就非常疼，然后那个水也开始就漫上来了，它就不是那种很平静的水了，那个水就一直能漫到你的大腿上，这个水就被它不是把这个摩托艇给就是让你沉下去，它就是一直有这个浪打过来，这个浪就能打到你的大腿上，然后我们再回头一看，完蛋了呀！就这个回头一看，什么也没有，就是只有那个茫茫一片海，就看不到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个岛嘛。按理说你能看到一个海岸什么也看不到，就四面一看，除了前面有一个这个山，后面就什么也没有。然后这个时候，也就像现在这样的正午啊，安静的可怕。然后当时首先我就要想，完蛋了，这怎么办？因为这个摩托艇它里面这个油是有限的，那如果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，那开错了，那你就飘在这个海当中了。你别说那个什么有鱼咬你，对吧？你就在海里面这么热，你没水，一会儿你就渴死了呀。就等别人找到你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所以当时就很乱，脑子里面就一片混乱。手机呢也是没信号的啊，手机我们因为带着想拍拍照、拍拍视频嘛，就没信号的。那我当时就就第一次有这种很害怕的感觉，觉得好像这个事情你自己没办法控制啊。那么我后来就跟那个我老婆说，我说我们只能赌一把了，只能选一个方向，就不能来回的这种掉头啊什么的，就赌一个方向，就一直开过去。那如果开错了也没办法了，最好赌一个方向开到能有一个陆地能够登陆上去，哪怕不是我们的这个岛，是个别的什么荒岛，那起码还有机会啊，不能这样飘在这个海上。后来真的是走运，就也是一直开，一直开，一直开，开了也很久，开了也很久，因为你来的时候你是有一个目标的嘛，你不觉得时间很长，你一直朝着这个山开，你开回去的时候，其实你没有目标，你不知道那个方向是不是正确，开了很久，其实你心里面是很慌的，真的很慌，但是真的很好运。后来开到后面，慢慢的，突然就看到了那个海岸啊，当时我们就说啊，谢天谢地，就这一辈子要记住这件事情，就人要
就是人还是要有点敬畏啊，要敬畏之心。那后来呢，第二次呢，也是我和我老婆我们去爬山，那时候在海南啊，就是一个在海南有一个什么山啊，那个山就是一个很野生的一个山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想去爬，爬了呢，就是这个山很奇怪，就旁边都是阳光很好，就像现在这个阳光很好，你一爬这个山，这个山上在下雨啊，那么这个时候你才刚爬，你就不能立刻就回去吧，因为你开车开过来都开了几小时，对吧？你就又回去了，就觉得不好。那我们想就爬一会儿吧，看看说不定雨到后面就停掉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山因为它是野生的嘛，它没有那种什么人行道啊什么的，所以你其实就是在一个树林里面。然后因为下雨，这个泥地上就是泥啊，然后因为它这种野生的山啊，这树枝啊什么就插出来，就会扎到你，也就没有过多久，你浑身就湿了，然后那个皮肤啊什么的那种树什么就把你给搞得一塌糊涂的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嗯、人也非常的不舒服，因为海南它是那种湿的那种热，然后你又在那个山里面，你就觉得透气透不过来，就非常的闷。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我已经有一种就是想离开了啊，想打退堂鼓了，因为也是很安静，什么也没有，上面就看不到头，就觉得因为弄一下雨啊，就是一片雾，一片雾啊，你就什么都看不见，就觉得好像就像那种电影里面那种恐怖片一样，就前面就一个庄园，好像全是雾的那种感觉，就朦朦胧胧的。后来呢，我们就遇到几个人，就年纪都比我们大，应该是在我们父母这个年龄吧，差不多。他们也爬啊，然后呢，有一个人就说，他说这里我们很熟，我们经常爬上来啊，没问题的，再爬多久就能到山顶了，然后怎么怎么的。嗯，当时我就是有一点将信将疑的啊，因为我觉得呢，就是他们说话呢有点不靠谱啊。后来呢，又爬了一阵子，实在是感觉不行了。那我后来就问这个人了，我说：“哎，我说你来了好几次了，那爬上去还需要多久？”这个时候他突然给我来一句，他说：“你等等啊，他说我打个电话，他说我打电话问一个朋友，他说我上次来了我忘了，然后我要问一个朋友。”哎呀，我突然听到那个，我立刻跟我老婆说：“我说我们快走，我说我们别去了，我说我们要记住在泰国的那次教训，就人一定要有敬畏之心，就不能随便瞎扯，就你不能对不未知的东西，也就那种好像人定胜天，就脑子一热你就要拼命的去干啊，不能这样，就人还是要有敬畏之心。”然后我老婆也很同意啊，后来我们就说，我说我们那个先回去了。那几个就是大爷大叔啊，大婶，还说，哎呀，小伙子，你们还不如我们啊，你们怎么还不行了？我们还要继续往上啊。我说这个雨一时三刻它根本就下不了，爬上去到底有多久也不知道，爬上去以后是什么样，他们如果没来过也不知道。爬上去以后，爬下来还需要多久？有没有这个体力也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。因为我们那个山就是野生的，上面什么也没有，就是没有那种什么旅社啊、人啊什么，大家都把车停在山脚下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不行不行。后来我们回到车里面的时候，其实人已经不行了，就开车都开不动啊，因为那个雨也非常的就砸到车上，就咚咚咚的，非常的响，就就人已经不行了，就在车里面就开着空调，先把人那个弄热，都花了半个小时缓过气来，然后才开车走的啊。所以这两次呢，是我一个深刻的教训啊。那么
话题其实也就说回来，我觉得人生其实你这个拼搏和努力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对吧？就像那个有些人啊，我之前因为一直说移民的话题嘛，我说有些人他们说一定要走线，就你合法的，你移民，你去美国，你来欧洲，我觉得我都支持，这很正常，对吧？你比如说你退休了，或者说你赚了不少钱啊，有这个经济实力，那到哪里看看玩玩都可以，或者养老，或者说你到哪里去度假、旅居、移民啊，我觉得都没有问题，这是个人的选择、个人的空间、个人的自由，对吧？你觉得这里不好，你就离开。但是我换句话我要说，如果真的就是没有很多经济能力啊，然后呢，那些拼命走线又要去美国，也要来欧洲的，很多啊，就说真的，就是路上凶险万分啊，很多人其实就失去了生命，而且呢，也有很多人呢，其实呢，就到了，他们被骗了，就他到了那个国家，他后面也是被什么犯罪组织啊、犯罪集团有的像女的什么都，像我们在西班牙这边最近也破获了好几个案子，很多啊，就是那些女的过来以后，他们有这种犯罪集团，他就控制你，让你24小时去接客，然后你也逃不走。那些组织什么都是有毒品啊，有枪支啊，还有那种什么刀具啊，就有好几个案子啊，最近都发生，受害者很多都是华人的这个女性，就中国女性啊，还有很多就是他们把人给就骗过来，骗过来以后，他让你去打工啊，我还看到有一个工地上也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有十几20个人也是被非法强迫，就叫你拼命工作、拼命干活，然后这当然这个案子也是破获了，因为破获了我才能看到新闻嘛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其实，嗯、起码在移民，我觉得上是这样子的，就人还是要悠着一点，就有些东西我觉得是一步一步的啊，就人不要去跟别人比，今天你觉得他好，就像这个张雪峰这个博主啊，他确实赚了很多钱啊，我跟他比可能九牛一毛都不能比，但是你看他连这个享受的机会都没有，就人就突然的就离开了，对吧？如果他知道是这个结果的话，他还会拼命的这么拼这么努力吗？是吧？所以我觉得人真的得量力而行啊，就是一步一步打基础，就有能力你就真的去移民，你没能力，其实你找一个小地方啊，你自己快快乐乐的过，过了简单一点，欲望低一点，也是一样的啊，就可以慢慢的积累嘛，对吧？就千万不要，我觉得就是去勉强啊，好吧，反正就随便聊聊啊，随便聊聊，发点这个牢骚啊，也算是一些人生感悟吧。